算了，我相信老方。我要让父皇知道，这也没什么难的。年关的最后几天，内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李东阳忙着核算国库结余，这是一件极其辛苦的差事。李爱卿负责核算，朕就高枕无忧了。最近也没什么大事，大家可以轻轻松松过年了。陛下，方济藩出事了，他被应天府解元唐寅揍了。这小子虽然人品不怎么好，但也算是个人才。到底是谁这么大胆？可说来也怪，唐介元将方济藩揍了，方济藩毫发无损，反而是那唐介元遍体鳞伤，下不了床。他们还打了个赌，赌这一场大比谁能力争上游。唐寅是应天府乡试第一，方济藩的3个门生是顺天府的乡试1、2、3。其实，历来都是南方考生的战斗力吊打北方考生。比如，3位内阁大学士中，李东阳和谢谦都是南方人，且是南方考霸的代表。刘健是北方人，在北方考生中算翘楚，跟另外2位比就差远了。唐寅足以吊打他们3人。皇帝觉得这次方济藩玩大了，表面不说，心里却对赌局结果非常感兴趣。父皇，父皇，国库结余算出来了。胡说什么？户部还在算呢。是方济藩算出来的。当然，儿臣也有帮衬，帮你扯扯。其实，方济藩为了提高户部的核算效率，给他们送了一封信，里面写了后世运用最广泛、最科学的记账方法——借贷平衡法。可惜被户部的人撕掉了。国库核算事关重大，皇帝自然更信任户部的判断。方济藩瞎胡闹，你也要跟着？傻儿子！方济藩核算了足足1日呢，儿臣是亲眼所见。我给你们念念他的结果。截止于腊月初7，朝廷自2京13省入库银275万4622两。这么傻，未来不会是一个小昏君吧？儿臣别人的话不信，可信方济藩。他是儿臣的兄弟，他不会骗儿臣。皇帝心想，儿子虽傻，但估计的生活里多了一个方济藩，稍微倚重一些，也算人之常情。告退吧，以后不可胡闹。父皇闭塞言路，是昏君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活够了？你这个逆子！陛下息怒！父皇闭塞言路，是昏君。你这小子，方济藩只是哄你，你还不明白？老方，方济藩不会骗儿臣的。哼，这么多的数，他方济藩1日功夫能核算得出来？他是天上的神仙，还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？没过多久，户部送来了核对结果。方济藩簿子开头，入库银两275万4622两。户部核算着入库银两275万4625两。和户部核算的入库银竟是相差无几，只不过最后的一丁点尾数有了些许的变动而已。他方济藩，莫非真是文曲星下凡不成？1番52，也就是说，老方没算错。父皇，儿臣怎么说来着？父皇昏聩，目不识人，儿臣就知道老方不会骗儿臣的。一样的吗？我的好大儿！儿臣万死！父皇圣明，洞察秋毫，有识人之明。这
这个方济藩多智而近妖啊，该不会成为一个祸害？皇帝思虑万千，便叫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一起商讨。方济藩此人，李卿家怎么看？会是太子的剑。太子年少懵懂，哪天继位了，正需要剑的辅佐。方济藩虽然爱胡闹，但做事还是很有头脑的。正是一柄利器，若在太子身边，陛下可无忧。没想到李爱卿对方济藩竟有如此高的评价呢。老臣觉得最有意思的是，剑乃利器，既可伤人，又可伤己。而方济藩这柄剑，既能为太子殿下所用，又不会害主。好，愿闻其详。这世上危害最大的剑，是王莽那样既有大才，声誉又响的人。君主渴求人才，希望借助人才来治国平天下。可当人才的威望越来越高，权势越来越大时，便有了反噬的可能。比如王莽，作为外戚，深受信任，颁布经纶，还誉满天下。可是王莽篡位，反观方济藩，有脑疾，口碑差，人品在别人眼里也是烂到家了。就算谋反，谁跟他混呢？那个方济藩离我远点。嘿嘿，我许愿，把方济藩的智商全部转移到我身上。您没事吧，少爷？也许是着凉了，没事。祝愿方济藩那小子屁股上长毒疮。希望有一天，我能狠狠地揍方济藩一顿。都说打喷嚏一响二骂三嘀咕，少爷，这是不是有人要报复你啊？滚开！想必咒我的人应该很多吧？老爹也在许愿。爹，你在许什么愿？我猜一定是发财发财发财吧？哎呀，不是不是，咦，该不会是寂寞了，想找个小妾吧？你什么跟什么呀？那到底是什么愿望呢？你在胡想些什么？为父这辈子只求一件事，就是希望你平平安安。只要你没病没灾的，为父就很开心了。放心吧，咱爷俩肯定能长命百岁。刘瑾
本是一名罪犯，后被赦免，变成了东宫侍奉太监。因为和太子关系不错，后来混得风生水起。别看他只是个小小的太监，在历史上可是个著名的大奸宦。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后，开始为所欲为，发展势力，危害百官，铲除异己，谄媚皇帝，擅权国政，是祸国殃民的大魔头。这太监挺猛吧？不过自从方季帆出现之后，一切好像都不一样了。不好啦！太祖爷，太祖爷！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哎，真是难为他了。这次火药好像放多了，还得再研究研究。下次再换个奴才来明火。我看还是刘瑾吧。可一个人来，这样好吗？刘公公已经有了点火经验，要是换了别人，不一定会伤成什么样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怎么样，疼不疼？还好吗？殿下放心，小的没事儿，好得很，谢殿下关心。那好，继续去点火。还是不行啊，看来还要再多测试几回才行。还好吗？小的我没问题，继续。小的我支持不住了，殿下放过我吧。嘿嘿嘿嘿，没想到炸一个大奸宦还挺解压。还好吗？殿下，我不好，放我走吧。哎，别装了，还有这爬呢。来，继续吧。Ready go！ 好好考啊，学生一定不辜负恩师，一定要努力。是。太子押了5万两赌你们赢，他让为师给你们带句话：若是你们3个没一个及得上唐寅，便打断你们的腿。放心吧，为师不会给太子殿下机会的。因为为师也押了20万两，赌你们名列前茅。这些你们输了，老子亲自打断你们的腿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是唐建元，要好好考，一定要打败方季帆那3个门生。那群北方人怎么可能考得赢我们南方考霸唐建元？大家都押你赢。哎呦，我也押了10两，拜托啦。我没苦，不值得。考试即将开始。马上要开始了，好紧张！可恶，题目还没有出来呢，我就抖得不行。平日里，恩府给我们做了那么多的练习，应该要对自己有点信心。无论什么题目，我唐伯虎都有信心。我一定要让方季帆知道我的厉害，我要让他向我跪地求饶。是题目出来了。什么？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简直天助我也！这么刁钻的题目与往届大不相同，一定会难住一大票人。你输定了，方季帆！你输定了，方季帆！哎呦，快看，唐建元出来了！哎，是他，他考完了。唐建元，考得怎么样？对啊，考得怎么样？伯虎，怎么样？考得如何？徐经，唐伯虎的好友，也是一名江南才子，也是他带着唐伯虎拜访程敏政，导致唐伯虎被牵连进那场莫须有的科举舞弊案。徐兄，哎呀，快说吧，考得如何？当然是不错啦。古人喜欢谦虚，他们嘴里的不错等于
第1名稳了。太好了，这下赢定了！干得漂亮，唐伯虎！嘿嘿，这下赚翻喽！我要了300两银子，300两啊！感谢上天！真是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呀！外面那些读书人太可恨了。纪藩的3个门生明明那么刻苦，那么优秀，却被他们那么轻视。那个唐寅怎么很牛吗？凭什么说他比欧阳志他们强啊？不愧是我爹，还是更相信我，相信我的门生能赢。纪藩别怕，爹为了帮你赢钱，我也压了唐寅会赢。按照你平时的流行语来说，爹这波操作不秀吗？爹，你能把我秀死？要等会试结果出来，真难熬啊。那个跟方继藩打赌的考生唐寅，水平如何啊？陛下，臣看过唐寅的文章，非常有才情。会试之前，他闭门谢客，发奋读书，看来有力争上游的戏。看2位大学士的反应，这次会试第1十有8九就是唐寅了吧？唉，要是能挫败方继藩的嚣张气焰就好了。另一边，方继藩的3个门生也考完了。乡亲们，我们考完了！唐伯虎，多谢大家支持。唐伯虎，唐伯虎必胜！唐伯虎必胜！方继藩没来嘛，恐怕是输不起，不敢来了吧？哎，结果！啊，他竟然来了！这家伙还好意思来啊？不怕输得体无完肤吗？恩父，我们是不是走得有点太嚣张了？哪里嚣张？为师天生就是如此性感妖娆。公布成绩。我中了，太好了！我也中了，母亲。我是第8，太棒啦！方继藩那小子的门生竟然考了第8，还挺厉害的呀。要想超过唐介元，这恐怕有点痴人说梦了。说的没错，以他的能力能培养出一个第8名，真是了不起，也算是个可敬的对手了。不过想要打败我唐伯虎，别做梦了。恩父，到现在还没有我们的名字，会不会没考上啊？我好慌啊！我感觉是没希望了，我们还是研究怎么把腿打折不会太疼的事儿吧。恩父，你说句话吧。都怪学生无用。恩父，看样子方继藩那小子这回彻底惨败了。是最后一张榜了，看看前3名会谁？肯定有唐介元啊，毋庸置疑了。竟然都没上榜，我真没用！再见了，我的双腿！哎，等一下，大家看，什么？怎么会？爆！什么？这小子的门生竟然会考在我唐伯虎前面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输了，唐伯虎输了。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拿这赌的钱回到地朝天。我居然是第2名，
太不可思议了！第一，我竟然是第1名，怎么可能？这没什么好吃惊的，你们考试的题目不就是在为师出的题海里出现过吗？再加上你们没日没夜的刻苦练习，所以你们配得上这个成绩。只考第8的我，不配恩父的爱。想不透，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败家子，怎么会培养出帮手啊？我一定是在做梦。醒醒，这不是梦。你就凭你这家伙，怎么可能做得到？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？想谁啊你？我教你啊！记得来找我。哇，他太壮了，好想吸去呀！他太壮了，好想吸去呀！朕记得王阳明就是你儿子吧？名列第4，真是教子有方啊！王爱卿，陛下谬赞了，臣愧不敢当。唉，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。话说朕多久没奏太子了，不能松懈。你与方季帆同在詹师府，也要多与他交流教学经验，一起将太子培育成才呀。臣领旨。这时候，所有人都还不知道，这个未入前3名的王阳明，将在后世掀起多大的思潮。他是著名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军事家、教育家，文武双全，万世师表，总之就是大佬中的大佬。不过那都是后话了，现在他还只是个普通的考生。你怎么考个第8？真是把为师的脸都丢尽了！恩父，轻点儿。方季帆对自己门生的这顿臭骂，真是将天下读书人都骂遍了。我儿回来了，儿啊，你今天可让为父在陛下面前长脸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儿子想认识一下方季帆，麻烦父亲帮忙引荐一下。什么？你怎么考个第8？真是把为师的脸都丢尽了！恩父，轻点儿。骂得好，真是骂到我心里去了。我早就看这群死读书人不顺眼了，考不中就考不中呗，哭个鸟啊！王阳明自幼绝顶聪明，但从不按常理出牌。读书不是为了科举，而是为了成为一个圣贤的人。老师，您说是吗？有话好说，在前咱们都有手一手。王阳明大婚当天，哼，女人只会影响我修仙的速度。只要遇到感兴趣的事，就算是成婚典礼也会逃掉。这次儿子好不容易正常了一回，考了个进士，偏偏又对那荒唐的败家子产生兴趣，造孽呀！不要招惹那个方季帆，他可是出了名的败家子，成日跟着太子胡闹。他虽教出了几个好门生，可儿子知道了。你知道个鬼啊！看这表情，分明就是要去勾搭方季帆的意思呀！想我王华状元出身，是清流中的清流，是道德上无瑕的典范，怎么养出你这么个败家子？
竟然真的输给了方继藩的门生，我和他的赌约早已传遍京师。难道我堂堂江南第一才子，真的要拜那京城恶少为师？造孽呀！还不如让我死了来的干脆。伯虎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？谁啊？徐兄，你放心，有我徐经在，一定不会坐视你受辱。你看，唐伯虎，我们支持你！徐经不仅代表当朝数十位同乡大佬，更代表了满怀正义感的所有人。我们誓与方继藩恶势力斗争到底！斗争到底！斗争到底！徐兄，你此刻就是我的神明啊！你就是徐经？徐经涉嫌以重金贿赂主考程敏正，欲得试题，科举舞弊，就地所拿，押往南镇抚司候审。我这孩子回来了！师兄，徐兄向来自负，而且本就有金榜题名的实力，怎么可能买考题？一定是徐兄跟程敏正走得太近，被人弹劾了。等一下，倘若不是方继藩的同谋，我肯定会随徐兄拜访程敏正。那我今天也会被锦衣卫带走，不仅前途毁于一旦，甚至株连家人，走向人生最低谷。方继藩竟然成了我的救命恩人！唐伯虎，少爷，唐伯虎来办事了。你终于来了，小堂堂。学生唐寅，拜见恩父。快进来吧，别冻坏了我门生的身子。门生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恩父能帮帮我。说。学生同乡好友徐经遭受不白之冤，深陷科举舞弊案，学生求恩父救他性命。这老小子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呢！我方继藩就算是南河伯子，羽林卫总旗官，尚方宝剑的持有人，也知道什么事是不能碰。唐伯虎，你别得寸进尺，科举舞弊案可是欺君之罪，你想害死我们家少爷吗？徐兄对我恩深义重，学生是外乡人，实在没有门路，只能寄希望于恩父了。哎呀，就冲你这份义气，徐经为师就定。就冲你这份义气，徐经为师就定。少爷，徐经是被锦衣卫押走的。锦衣卫办案，即便是老爷出面也不好干涉，少爷不要冲动啊！我怎么可能去找锦衣卫的麻烦？杨管事，你先站起来说话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这分明就是皇帝老子收人蒙蔽！我方继藩是寿官，当然要去陛下面前仗义直言。这科举舞弊案是皇帝御批的案子，锦衣卫都出手了，证据确凿下，徐经唯一的下场就是拉到菜市口一刀两断，甚至还会被抄家。但方继藩却知道，历史上皇帝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，而是命李东阳彻查此事，最终发现这是一场被诬告的冤案。此案已经引起全天下的关注，皇帝为了保住皇家颜面，只能折中对徐经从轻发落，但内心始终难安。这便是方继藩赶来面圣的倚仗。即便是我们三人都不敢揭皇帝的这道伤疤呀，方继藩这家伙居然有如此气魄。方继藩这是要打皇帝的脸呢。微臣见过陛下，吾皇万岁。
臣听说这科举舞弊案……方继藩，你知道宫中有多少关于你的弹劾奏书吗 ？First blood。我去，文臣不按套路出牌，我一句话还没说完呢。虽然很难，但方继藩一直很聪明，肯定有办法周旋。陛下，能不能让臣把话说完再秋后算账啊？说皇帝小家子气算旧账，这方继藩更值得有点过分了吧？得帮他说几句好话抢救一下。陛下，陛下呀，科举舞弊案还没查到真凭实据呢，干嘛还要将错就错下去呢？在臣的心里，陛下乃是圣君，怎么能做这么糊涂的事呢？干得漂亮！现在为他开脱都找不到借口。凑钱为他买口棺材吧，至少勇气可嘉。大胆！方亲家，朕待你不薄，你倒是翅膀硬了，现在敢来指责和质问朕。方继藩，今天朕若不敲打你，他日你岂不是要反了天了？来人！哎，且慢！还来那套，休想！来人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！即便是死，臣方继藩也不认同陛下的做法。什么？但在死之前，臣要讲完2件事。你这厮！陛下乃九五至尊，何必和一个孩子置气呢？不如让他说下去吧。好，我看他能说出个什么。其一，皇太子会经常犯错，惹陛下忧心。但臣一再告诉皇太子，这世上谁都会犯错，只要知错就改，仍然可以做一个好太子。竟敢用朕那不争气的儿子来类比朕！方继藩这段劝解还像那么回事儿，不过普通了些。其二，臣的父亲出征时跟将士们同甘共苦，在朝中也对公务一丝不苟。他努力地将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，没有一天是懈怠的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明明病了，也要按时去五军都督府点卯。臣对他的行为很不理解，便问他为什么要拼命到如此地步呢？不得不说，方景龙除了溺爱儿子之外，几乎无可挑剔。方总旗快说说，令尊是如何回答的呀？臣的父亲说，对天子当然要尽忠，但更重要的是，父亲应该为儿子做表率。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臣的父亲尽力去做一个完人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臣能够效仿他，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人。好了，臣说完了，只能赌一把了，输了就准备皮开肉绽吧，希望别打脸。真是一个皇帝，但更是一个儿子的父亲啊！如果朕不以身作则，如何告诉皇太子知错能改的道理？皇家的脸面固然重要，可皇太子代表的是未来呀！立即下旨，科举舞弊案纯属子虚乌有，礼部右侍郎程敏正立即恢复原职，贡生徐经也照例恢复其功名，诬告之人即令立即罢黜，驱逐出京。涉嫌屈打成招的锦衣卫相关人等，严惩不贷。朕不能事先洞察，让朝廷栋梁蒙受不白之冤，是朕的过失。陛下圣明。朕哪里圣明？朕现在不过是亡羊补牢罢了。若不是方亲家提醒，朕险些自误。方亲家，臣在。你的父亲是好父亲，他的事迹令朕深省。你也不错，方家不愧是满门忠烈，很好。陛下，这个所谓的事迹，
其实是成编的啦。好后悔没追到这厮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为徐经平反的诏书已经传遍京师的每一个角落，锦衣卫即刻放人，不敢怠慢。徐经，我来救你了。得救了！少啰嗦，赶紧给我回家，小特给等急了。得救了！少啰嗦，赶紧给我回家，小特给等急了。皇帝是圣君，在诏书中检讨自己，并不令人意外。唯一意外的是，劝谏的是方季帆。一定不能让儿子知道这件事。而且诏书中指责皇帝昏聩不明的字眼，更是让很多人对方季帆的印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什么？恩师去当真去请命了，而且还斥责天子为昏君，这是何等的胆识啊！恩师，我们出踹你！是在说我们？恩师回来了，给我签个名吧，恩师！恩师真的了不起！那是徐兄，恩师不仅把徐兄救了，还让皇帝自我检讨。这辈子我就算住到恩师的门上做官也心甘情愿了。这下小唐该对我死心塌地了。平时让他随便画点画，肯定能卖不少钱。养了这么久的门生，终于要回本了。景公子救命之恩，学生万死也难报万一。学生愿拜在恩公门下，侍奉恩公。不收，另请高明吧。什么？一个江辰考了第8，就已经够让我丢人的了。你的水平，做我的徒孙都不够。学生出身名门，吴承徐氏，名噪一时，声名远播，家祖和家父都曾是江南大儒。你祖父与你父亲，与你何干？学生家中藏有大批天文、地理、游记之类的著作，学生自幼便将其牢记于心。天文、地理、经史古籍，学生无一不知。差点把这茬事给忘了。徐经的曾孙子是徐霞客呀，那家伙可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地理学家。天文地理能当饭吃吗？恩师是个心软的人，徐兄别灰心，拜师的事我可以帮你想办法。方季帆，我一定要拜你为师。皇帝让我去给太子陪读，太子都天天请病假偷懒，我还记这个锤子。宅在家里的感觉就是爽啊！要我还只能当个咸鱼吧。陛下口谕，闲杂人等一律回避。不至于吧？我只是装病旷工，就传到皇帝耳朵里了。方总旗，公主殿下出门复诊，却不见方总旗当值，所以这才冒昧假传谕旨，特地登门前来求医。啊，传谕旨？这小妮子挺会玩啊。这脉搏有些快啊。不过跟病没关系，你不要紧张。方总旗总是喜欢吓唬人，只是本宫有一句良言相劝，不知方总旗肯不肯听？好，还请赐教。本宫听皇兄说起，方总旗与人打赌，逼迫读书人拜你为师。方总旗怎能乘人之危羞辱读书人呢？太子这个坑货，我的形象算是全毁了。方总旗要爱惜自己名声，做个至诚君子。请恩公不嫌，收学生为弟子。生人护驾。恩公，小生徐经久仰恩公大名，对恩公高山仰止，奉为楷模。恩公若是不收小生，小生就自这里跳下去。你这家伙搞什么鬼啊！恩师，徐兄想要拜入恩师门下，是发自肺腑，就请恩师松松口，收下他吧。恩师，徐经人品贵重，恳请恩师将他收入门墙吧。徐经，你小子敢跟本少爷玩套？你跳啊！不跳是孙子！想用这个法子入我的门墙，门儿都没有。经过有变，战术撤退。冷静克制，别做傻事。徐兄别跳，别跳，再想其他法子，想其他法子。好吧，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。走你！我去，古人难道都这么玩的吗？太实在了吧！快走！
竟然有读书人死也要拜方季帆为师。方季帆有此等名望，我竟然对他说教，羞死个人了！昨日我那该死的门生惊扰了公主殿下的复诊，方季帆特来赔罪。方总旗原来已经收纳读书人做门生了呀？是啊，总不能让他再跳一次吧？我去，是信徒啊！祖宗也是躲不掉，对你莫名的解掉。哦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方总旗不要失了礼节，还是尽快给殿下复诊吧。眼睛，春心荡漾。什么？宫里的一切感觉都比外面要好，山美，水美，人更美，尤其是公主殿下。什么？方季帆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调戏公主殿下！这老嬷嬷是更年期的灭绝师太吗？随便说句话也要管。此事关系殿下的清誉，我要去禀明皇后娘娘。刘嬷嬷，您消消气。他有脑疾，别跟他计较。要是向母后告状，方总旗怕是要受罚。老奴是为了殿下好，殿下怎么能把老奴当成在娘娘面前告状的人？老奴不如死了干净。怎么古人都那么爱寻短见啊？来，刘嬷嬷，耳朵凑过来和你说。啊？你不要嘚瑟哦。宦官郑秋偷了宫里的东西拿出去卖，想必没少给你好处吧？看来我猜的没错。前世读史书得知，皇后寝宫曾屡屡失窃，最终查到宦官郑秋，而牵扯其中的就有刘嬷嬷。这小子怎么会知道啊？咱们不如一起去皇后娘娘那儿告状，看看她到底会治谁的罪。方总旗依着人心，洒脱率真，是老奴无礼了，请方总旗勿怪。啊！方季帆竟然让刘嬷嬷服软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方季帆竟然让刘嬷嬷服软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个男人总是充满着不可思议，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耶，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？殿下竟然没请病假。老兄，借我点钱好不好？我想买点好吃的。你在逗我吗？天下都是你家的，你向我借钱？父皇给的零花钱本来就少得可怜，今年的冬天又特别长，蔬果减少，价格暴涨，现在就连糖葫芦都涨了10倍不止啊！历史上这次长达半年的寒流，让北方很多地方颗粒不少，大量百姓沦为流民。难道？太好了！我们要发财了！什么？我们要发财了？我有一个法子，能让冬天种出西瓜来。不过我得先找块地做实验田，好好研究一下。嗨，这个好说，我待会儿就让刘瑾去把后花园的花花草草全给拔了。殿下，后花园里种的都是天下各处上贡上来的奇珍，奴才不敢毁坏呀。说的也是啊。刘半半还是比较适合为烟花点火。老方，你多久没研制烟花了？殿下，小的最适合拔草了，小的号称花草终结者，草剃精。采集水果重要的是温度和阳光，盖一片暖房用无烟煤烧热，温度不成问题。不过这阳光需要有透光性特别好的东西做房顶才可以。嗨，这叫事儿吗？本宫一会儿让人把琉璃窗拆了给你用。使不得呀，殿下。
太子为种瓜所做的付出，小弟佩服。方继藩一门武功生，别人家的孩子真让人羡慕啊！朕是多久没关爱太子了呀？去看看我儿有没有好好读书。陛下，保重龙体啊！陛下，不用动，臣无碍。快去把太子给我找来。是。这个败家子儿，我今天就拿你练练鞭法。父皇，我在种瓜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我不是漫天风雪，朕差点就信了他的鬼话。种瓜，朕看你像个傻瓜。虽然胡闹了些，但种瓜也是务农啊。国朝以农为本，太子难得有这份心。罢了，走，带朕去看看吧。最重要的就是温度和阳光，我们有无烟煤，温度不成问题。且慢，这养在后院10几年的花圃呢？当然是拔了呀，儿臣要搭建棚子才能种瓜呀。虽然拔的时候费了点功夫，不过这对儿臣来说不算什么。那上面盖的可是价值不菲的琉璃。父皇好眼力，我的瓜苗需要足够的阳光，当然要选透光最好的琉璃啦。皇儿如此大费周章的种瓜，是为了什么呀？当然是挣钱呐！种出了瓜，不就发财了吗？来人，把这败家子儿给朕吊起来！父皇，这是为何？少废话，尝尝老子的鞭法吧！哎，也不知道太子这边弄得怎么样。父皇，真的是方锦帆说的种瓜。哎呦，不行，你问他嘛。别打，方锦帆真来了。方爱卿还真来了，中枪口上了，今天死定了。陛下，确实是臣让殿下一起种瓜的，这叫大棚，是一种特别的种植之法。方锦帆的本事，父皇是见过的。他说能种出瓜来，肯定能种出来。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住口！孽子，糊弄朕也就罢了，还让方锦帆来为你圆谎。来吧，抽死我，活着没劲。这里没劲，这里没劲。哎，有劲！父皇，轻点！哎，真是对不住了，殿下。你轻点啊，老方。太子殿下，要不就去找陛下认个错吧。认错？不可能！父皇不相信本宫能种出瓜，本宫偏要种出来给他看看。什么？西瓜不一定能种出来？这些都是西瓜的试验田。所谓试验田，意思就是有可能能种出瓜，也有可能种不出。哎呀，一定要种出来呀！这一顿打不能白挨呀！本宫现在浑身还疼呢，这口恶气一定要出啊！哎，殿下小心伤着了瓜苗。哎呦，绝不能伤了本宫挚爱的小瓜苗，本宫要给小瓜苗最好的呵护。嘿嘿，以后本宫就在暖棚里睡，亲自照顾你们。本宫还要给你们取名字，这株叫征东大将军，这株叫冠军侯，这个叫……感觉他有点魔怔了，我还是先战术撤退一波吧。老方，杀人啦！哎呀，老方，是本宫，瓜熟了，我们来尝尝鲜。还请殿下下次不要这样出现在我的床前，答应我。本宫这次是偷溜出宫的，你家下人又死活不给开门，我就只能翻墙了。能种出瓜来，你功劳第一，本宫自然不好独抢。
特意跑来跟你一起尝尝。能种出瓜来，你功劳第一，本宫自然不好独享，特意跑来跟你一起尝尝。这种特有的甘甜弥漫着味蕾，虽然没有消暑的快感，却别有一番风味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一共结了30个瓜，给母后、皇祖母一人一个，不给父皇，得高价卖给他。既然瓜种出来，卖就好办。我们要最大限度的打响名气，来年才可以发大财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卖瓜场所。啊！第2天，大臣们纷纷退朝，准备从皇宫东华门出，各自回府时，陛下实在是太勤政了，我连早饭都没吃呢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饿，我也饿。卖瓜，卖瓜喽！新鲜的西瓜不甜不要钱。皇朝禁地天子宫前，竟敢如此喧哗！当这里是你家后院吗？罚钱，罚钱！怎么着，有砸场子的？竟然是太子在叫卖，卖的还是西瓜！哎，殿下，刀收起来呀，做生意呢，和气生财呀。要不，世伯尝尝这个瓜怎么样？您试试，不要您钱。放鸡饭，真的是西瓜呀！还不要钱？这我们就不客气了。看他俩那贪便宜的狗样，好想斩立决啊！好吃啊！好久没吃这么美味的食物了。敢问这瓜怎么卖呀？10两银子一个，童叟无欺，谢绝还价。什么？10两银子？10两银子都够寻常百姓生活2年了，这波赚大了。我觉得嘴里的瓜更甜了。诸位有所不知，这西瓜乃是西山刚种出来的。西山可是天材地宝之地，能生出五烟梅，也能生出奇珍异果。西山是洞天福地，那可是我们家的地呀。所以这瓜吸收了西山的土地净化，不但香甜，还有强身、养肾、驻颜的奇异功效。你们看看，把他们都吃感动了。西山啊！就算这西瓜的功效堪比100年老参，但是卖瓜是低贱的商贾行为。殿下乃国家储君，怎么能做这样的事？本宫非也非也。殿下看西山流民可怜，这才自降身价来此卖瓜。我宣布，今天卖瓜的银两全部发放给西山的流民。臣来一个试试，臣要支持殿下的仁德。臣也来一个，养不养肾的不重要，臣就想为西山的流民出一份力。呀嘞呀嘞，我方进藩还搞不定你们？西山的流民本来就是我养着，卖瓜的银子发给西山流民，就是左手倒腾右手的事。全是关于流民四起的奏书，百姓若食不果腹，可是要出大乱子的。是，下官有喜要报。有何喜，报来吧。谢公请看，这是西山地里新结出来的西瓜，方几番和太子种的。冬日竟能种蔬果，快去把刘公、李公请来。这是货真价实的西瓜，甚为甘美。听闻陛下曾因太子种瓜大发雷霆，今日竟真种出来了。倘若能种出其他东西，此事已关乎社稷，必须马上面圣。今年的冬天太长了，土地荒芜，粮食减产，不知道会饿死多少可怜的百姓。陛下，陛下，太子殿下和方几番可是在詹事府里种瓜。詹师傅种瓜的丑事已经传出去了，这逆子把朕的话当耳旁风，
看朕接下来怎么收拾他。陛下，可是瓜已经种出来了，而且臣等已经尝过，甚为甘美。亲家是在说笑吗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妖法不成？臣等不敢妄断，但冬日若能实现种植，受冬雪之苦的百姓可就有救了呀！什么？立即召太子与方继藩觐见，要快！瓜呢？取来，给朕看看。瓜是儿臣花费无数心血种出来的，父皇给个3000两银子，儿臣一定将瓜奉上。楚后昭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呀，父皇若还想吊打儿臣一顿，儿臣甘愿领受。反正儿臣在父皇眼中，从来就是这么不成器。这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打皇帝的脸啊！殿下这边如果玩脱了，我俩可就死定了。好，拿瓜去吧，3000两宝钞朕给你。刘半半已经在外面等候了，父皇命人取来便是。这个臭小子，当真种出来了。不过太子哪里知道种瓜，还是方继藩种出来的吧？陛下，臣只是提供了一个反季蔬果的种植方法，而太子殿下为了照料这些瓜，废寝忘食，茶饭不思，才有此收获。这种植之法可以推而广之吗？种瓜对太子来说只是游戏，而对皇帝和内阁大佬来说，却是关乎民生的大事。可以。除了种瓜，还能种什么？陛下能想到的，大抵都可以种植，不过还需在西山营建试验田先行试种。陛下能想到的，大抵都可以种植，不过还需在西山营建试验田先行试种。方继藩对国家做出了贡献，升任羽林卫百户官，设立西山屯田百户所，专管屯田之事。臣遵旨。这是直接让我把皇帝保镖拉去种田啊！陛下对这暖棚种菜也太重视了。继藩呐，从今天起，你除了去给太子陪读，也要好好的屯田。倘若真的能把反季种植之法推而广之，朕还有后赐。等一下，能种出这种瓜也有儿臣的功劳，不如就交给詹师傅来办吧。就没有你不爱凑的热闹。你留下，其他人可以退下了。这是要一路升官发财的节奏，我得先去认识一下我的新部下。公园百户！我去，这身高，这气质，都有点超越我了呀！这不行。很好，但屯田就该有屯田的样子，这才是屯田军该有的气质。你这气质还差点。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小人敢问方百户，这是屎吗？放屁！就算是屎又如何？我们屯田军就是不怕脏不怕累。方继藩，你又皮痒了吗？莫非是？今天老夫不削死你，老夫就不姓张。谁引国公，给我拦住他！给我闪开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屯田之事，臣怕是办不好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臣的意思是，臣认为英国公幼子张信精明强干，若是有他协助，一定能圆满完成屯田任务。你竟然！老臣见过陛下，臣已按陛下旨意去太庙祭祀，特来复命。亲家，你来得正好。即日起，令子张信
入羽林卫屯田百户所，升任副百户。陛下，犬子从精武卫调到羽林卫，职位上倒也差不多，但这副百户分明是贬官了呀！难道犬子是犯了什么错不成？那倒没有，是屯田所方百户看中令子的才华，推荐了令子。师伯，请放心，小侄儿一定会好生照顾张信大兄弟的。后悔没掐死方举帆这个祸害。西山屯田百户所要做什么，你们都清楚了吗？还请百户大人指教。卑下等人只知屯田，却不知……静，种地都不会，用锄头把地翻一翻会不会啊？接下来的事以后再说。方继帆敢打英国公最宠的小儿子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谁敢偷懒，本官不但要打人，还要将人吊在树上打。我爱屯田，爱屯田，爱屯田，爱屯田。都听你的。方百户，方百户，方百户。你哪位啊？我张信啊。方百户，暖棚都已经搭好了。另外，谢谢方百户给我这次屯田的机会。都晒成无烟煤了还谢我？脑子让我打傻了不成？我之前的人生就是挨揍、骑马和读书，直到来到西山，我终于知道我更喜欢耕种。我喜欢思考如何让暖棚阳光更好，我喜欢思考如何让西瓜更大更甜。方百户，你让我明白，原来人生的意义都只是我爹说的那样。这是一个被暴力老爹单位的农业小能手啊！只不过这么好的暖棚却只能种蔬果，如果能种粮食就好了。是啊，但是这个年代粮食普遍成本高，产量低，如果能有2种就好了。方百户大人，这是西山矿上的账目，大人要不要看一眼？账目上的事我什么时候管过啊？去找我府上的杨管事。好，不过还有一事。由于胡商文百户大人有病在身，特来献上西域万年老参。胡氏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不过西域会产人参，糊弄谁啊？很好，让他来吧。大明的丝绸和瓷器驰名世界，胡商若用海船将其走私到国外，便是1本万利的买卖。这个 China 非常 good。这买卖虽然暴利，但风险极大。这次胡商的商船就被天津卫海陆巡检查扣了。胡商心急如焚，上岸想尽办法打通关节。胡商人生地不熟，又没有正经门路，多方打听才知道，南河伯子方继帆对商贾很友善，这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了。竟然想买通我，让我爹徇私枉法。我方继帆像个会坑爹的人吗？大人，胡商到了，让他进来吧。维斯尔伊本阿卜杜勒见过。对，名字太长我记不住，就叫你小费了。咱别废话，直接把你要送的东西拿出来吧。方百户大人果然爽快，这是专门从西域带来的御寒毛毯，是万中无一的良品啊！这烂大街的破玩意儿好意思当宝？这是西域特产的夜明珠，晶莹剔透，是万中无一的珍品。玻璃球当夜明珠，忽悠鬼了！你再来的晚点，我西山玻璃窑炉都快造出来了。玻璃球当夜明珠，忽悠鬼了！你再来的晚点，我西山玻璃窑炉都快造出来了。这是西域特产的人参。把番薯当人参，这小子还真当我是番薯。这人参功效极强，
成长晚年是小的用300两黄金求购而得，是万中无一的至宝啊！番薯原产地在美洲，居然兜兜转转到了胡商的手中。这番薯虽然不是稀罕，却是能够当主粮的。重要的是，番薯种植容易，亩产量却是现有作物的10几倍。在这个时代，番薯可谓是能让数千万人活命的神器呀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呀！有这份力，别说是徇私，让我把詹师傅点了我都乐意呀！方白虎，那我的货船是不是可以帮忙通融一下？这个好说，我这就给我爹写封家书，言明此事。太好了，我的身家老本终于有救了。至于事情能不能办成，这就不好说了。我爹可是个超正派的人。张信，来，我给你看看我的大宝贝。这是我亲自培育的番薯育苗，你给我好生培植。如果能种植成功，可每亩产量30担。哇！献公信赖，我一定不辱使命。张信呐，百姓的未来就交给你了。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，番薯在张信的努力下成功收获。天知道这个时代的番薯是什么品种，别吃出事来才好啊！话说我这些门生终于派上用场了。来，这是为师亲自为你们熬的粥，快来尝尝。第一次见恩师这么和善，看来活不过今天了。我突然想起为恩师绘制的西山的鱼图，我这就去取。可恶，被他先走一步了。多谢恩师赐粥。这太好吃了！哎，你们怎么都不动筷子？恩师，你也吃。为师吃过了。小唐啊，你多吃一点。看样子番薯吃不死人，这样我心里就有底了。这东西好像真的能吃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恩师，地图来也。哎，徐静，据你这些天的勘探，西山这片地大约能有多少田地可以耕种？西山地势寻常，而且山多盐，即便花费大量人力开垦，能耕种的土地也寥寥无几。我记得冬日之后，很快就会有一场大旱，但西山的地即便全种上番薯，对天下饥荒也于事无补。况且这个时代的农民都比较保守，绝对不会接受番薯的推广。难道我只能去买地了吗？但这土地是许多人的根本，可不是有银子就能买来的。当初那可是故意当冤大头才买下的西山。哎，只能试着找皇后娘娘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从这俩活宝手里捞点地出来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也不看是谁家的地，你也敢抢！中枪口上啊！就为了抢一块地打伤周家人，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打伤的可是太皇太后的亲外甥？太皇太后？难道是那个历经3朝天子，连皇帝都要敬畏3分的大魔王？如果不是张皇后保着，这俩活宝真不知道死多少次了。现在更是惹了连张皇后都惹不起的人。姐姐饶命啊！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滚！这事儿绝对不能瞎掺和，我还是撤吧。姬帆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你向来是有主意的人，能不能为本宫想想办法，救一下本宫那俩不争气的兄弟？怎么救啊？拿头去救啊！太皇太后捏捏手就能将方家灰飞烟灭，张家兄弟本来就理亏，就算皇帝老子来了也拿这事没办法。唉，抱歉，是本宫病急乱投医了，都是本宫不好，对他们一再纵容，才惹上这么大的麻烦。娘娘，这张家兄弟胆大包天，臣被打也就罢了，他们挑战的可是娘娘的权威呀！哀家一贯不喜欢干涉俗事，
但张家兄弟不懂规矩，是该敲打敲打了。禀娘娘，坤宁宫那儿，皇后娘娘狠狠地训斥了张家兄弟一通。哦，张皇后竟然舍得训斥他那俩宝贝兄弟，看来有心要平息此事啊。不过这还不够，此事事关周家颜面，不能轻易姑息。找人弹劾张家兄弟吧，记得多上几文奏疏。这样太皇太后亲自开了口，就算是陛下也不敢怠慢。张家兄弟这次死定了。南河伯子方继藩也在张皇后那儿说张家兄弟患有脑疾，这才胡乱打人。脑疾？不可能啊，他们健康得很。两位国舅脸色不好，按臣的经验来看，就是脑疾。好一个有脑疾，摆明了就是找个推脱打人责任的借口。我跟他们拼了，找家丁把张家宅邸砸个稀巴烂。此事就此作罢。活了这么久，还不懂人情世故吗？他们是用脑疾说给我们一个台阶下，咱们要是跟有脑疾的混账计较，不就失了脸面吗？其实太皇太后要的就是一个挽回颜面的理由。太皇太后年纪大了，生怕自己去世后自己人遭殃，故而少结仇才是正道。